好家伙，男友曾经强吻过的女神在自己家住了好几天，毫不在意形象的睡在躺椅上打呼就算了，还喝了一地的酒罐子。波杰克有些无奈，他还以为戴安把酒的快递搬回家的时候是他的谢礼，以为他要走了，结果他把酒给喝了。旺达提醒他，这已经是5天前的事儿了。陶德走过来和大家打招呼，戴安从梦中惊醒，喊着景子的名字。陶德感叹，又是天使之城的一个美好的早晨。波杰克告诉陶德，你游的让我有点远。陶德邀请旺达一起放风筝，旺达调侃道，我们中还是有人有工作的。陶德这才想起自己的工作。赛林格告诉陶德，你回来干什么？我已经把你炒了。陶德刚开始还以为赛林格那句话是开玩笑，接着转头问花生酱想不想放风筝。花生酱婉拒了陶德，因为他实在太忙了。陶德无奈的自己走到街上逛了起来，一个大胡子叫住了离开的陶德，问他想不想试试即兴喜剧。陶德瞬间来了兴趣。凯尔基被辞退后，一个叫亚伯的鲶鱼顶替了他的位置。这个鲶鱼似乎挺随性，演员在念台词时打了喷嚏，或者是收音话筒坏了，他都觉得无所谓，万能后期帮你解决。波杰克指出拍摄不合理的地方，比如焦马可从来没有去过中南部教学过，亚伯则表示自己又不知道焦马干过什么，制作组想要什么就给什么，恰饭最重要。然后邀请波杰克晚上一起去他家吃饭。波杰克被房车里的卡洛琳吓了一跳，卡洛琳悄悄告诉波杰克自己已经跳槽了，诚挚邀请波杰克一起。波杰克欣然同意，不过他告诉卡洛琳，等一代焦马上映以后，可能就没人想雇自己了，因为弱智导演剧情完全变成了一坨屎。卡洛琳决定在电影上映之前给他找点工作，比如非百老汇的戏剧表演。虽然老马不懂，不过剧作新星吉尔皮尔盛情邀请，波杰克觉得自己就该干这种活，又具艺术性又够大胆。卡洛琳告诉他，彩排将在2周后开始，还问他准备好去纽约待6个月了吗？老马一听，爽啊，纽约最适合住半年了，自己已经迫不及待了。陶德看完他们的即兴喜剧，啧啧称赞。大胡子拉过陶德，给他解释即兴表演主要是团队合作。陶德兴奋地表示自己一直都想成为团体的一部分。大胡子哈哈一笑，转头告诉陶德收费200。陶德惊了，之前骗我进来的时候你可不是这么说的。花生酱给戴安打电话说他逢人就讲自己的老婆有多勇敢，殊不知自己的老婆早已经逃了回来，此时正在波杰克的家里摆烂。戴安为了圆谎，还假装难民回复花生酱的消息。伯特酒吧里表演完的众人都在夸赞陶德表现得不错。忽然布莱恩看到了不远处插科打诨的创始人哥白尼，陶德打算直接勇往直前上前打招呼，大胡子一把拉住他，告诉他不能这样上去给他打招呼。布莱恩更是表示陶德懂个屁。看到陶德反抗，他决定让陶德给旁边的女士来一场即兴表演证明自己。这个等待好友的女士就这样被这群即兴表演者给骗了。一旁的哥白尼也注意到了这群活力四射的人。夜晚的亚伯家，旺达和波杰克一起来到了他家吃饭。亚伯的妻子问波杰克，电影拍完后你们这对小情侣要去旅行吗？旺达告诉他们，之后的半年大家都要去纽约，波杰克要表演戏剧。因为亚伯的原因，这个电影就像一坨粑粑。波杰克表示自己终于要做正事儿了，完全没注意到自己的话精准踩雷，气氛有些尴尬。亚伯的妻子提议让旺达陪他一起去做甜点。亚伯因为波杰克的话有些生气，告诉他夏天去纽约是很不错，不过咱们现在有很多需要补拍的地方，肯定没法按时让某些人去纽约了。毕竟波杰克自己说了，这电影是个垃圾。波杰克问亚伯，难道这句话让你生气了？可你自己说的，咱们不是在拍卡萨布兰达。亚伯表示，那肯定不是在拍卡萨布兰达呀，咱们拍的是一代焦马。波杰克这才反应过来，好家伙，这鲶鱼说话真就字面意思，赶紧说咱俩一定是有什么误会。亚伯一拍桌子，告诉他，小子得罪了我还想事了拂衣去，想得美。然后趴在桌子上朝着波杰克逼近，指他的鼻子告诉他，你来我家就是为了吐槽我电影拍的烂是吧？那你就好好看着这部电影能赚多少钱吧，臭小子。回到家后，旺达问波杰克为什么
们要和亚伯唱反调，波杰克才不认为自己是在和他唱反调，两人因此吵了一架。最让旺达生气的是，波杰克居然还觉得现在的戴安说的对，看看戴安颓废的样子。陶德的出现缓解了紧张的气氛，他开心地告诉大家自己上了一节超棒的即兴表演课，看样子这一节课是挺有用的，完全可以无伤对老马的吐槽。众人听完陶德的话，意识到这孩子疯了，他居然信传销。陶德气喘吁吁地跑到了插科打诨，大胡子告诉陶德，他们这里对于迟到的处罚可是很严重的，再迟到一次就不许来了。陶德注意到布莱恩也不在，大胡子告诉他，布莱恩因为过于消极，被哥白尼给安排到了其他地方。陶德有些扭捏地告诉大家，自己的朋友认为即兴表演是传销，大家尴尬地笑了笑。大胡子告诉他，如果你觉得即兴表演是传销，随时可以离开。陶德赶紧告诉他们，自己很喜欢这里，但是朋友们不太了解。大胡子觉得，既然这样，就让朋友们过来一起观看毕业演出。要是这样还不支持，那就该好好考虑一下是否要和他们做朋友了。波杰克小心翼翼地走到戴安跟前，问他准备在自己家待多久，就只是自己想问问。戴安还不明白吗？一眼看出来是旺达想赶自己走。波杰克赶紧解释，没人能逼自己做任何事。戴安接着说，除了拍这个电影。两人靠在栏杆上，戴安无奈地表示自己以为会成功的，觉得可以帮助世界上另一头的人做最好的自己，结果想象是美好的，但现实很残酷。波杰克告诉戴安，今天本来应该要拍角马自杀的镜头，但现在改成了和他的女友苏西游泳。戴安安慰波杰克，要是不想去片场，也可以选择和自己一起坐在沙发上喝啤酒，看胡闹的小马。戴安看着里面的剧情，吐槽塞布丽娜真是个小 bitch。波杰克告诉他，塞布丽娜是个孤儿，人生已经非常艰辛了。旺达回来一看，好家伙，戴安还在呀，波杰克也在。卡洛琳和卢塔贝格之间似乎发展成了办公室恋情，两人一见面就是一阵激烈的亲热。卢塔贝格告诉他，两人有2个月的时间可以搬东西，现在要把公司注册到卡洛琳的名下。卡洛琳觉得有些不妥，但是卢塔贝格承诺不会让卡洛琳独自承担，接着再一次亲密起来。花生酱好死不死，这时候推门进来，卡洛琳干脆直接告诉花生酱，自己和卢塔贝格要开一家新的经纪公司，想拉花生酱入伙。花生酱当然同意了，毕竟没有卡洛琳，自己现在就在街边吃土了。陶德邀请波杰克参加自己明晚的毕业表演，虽然波杰克称即兴表演为传销，但因为波杰克是自己最重要的朋友，如果他能来，那对陶德来说将会意义重大。说完便默默离开了。波杰克接到了电话，那头的卡洛琳告诉波杰克，你现在穿着很舒服的裤子是吧？等你因为违约被罚款吓到尿裤子，可就不舒服了，你必须回到片场去。你还记得吗？这是你最想要的。被训的波杰克叹了口气，回到了熟悉的片场，拍摄了一段油腻的求婚戏。先前得罪了导演，现在的波杰克被彻底报复了，要求他一遍又一遍的重复拍摄。波杰克的家里，他和戴安终于成功的用罐子搭起了罐子塔，除此之外还有一座自由女神像。旺达走过来告诉波杰克，自己想要和他单独聊一聊。他明白现在因为电影的事，波杰克很郁闷，所以想要两人现在就去旅行，况且一直和戴安待在一起对他也不好。波杰克告诉旺达，以前的自己只是想拍电影，但是现在的旺达却让他笑脸迎人。旺达过来安抚波杰克，很多人都对工作不满意，但是不能将情绪带到生活中。波杰克有些恼怒，说的倒是容易，但是旺达只是个网络主管，只负责生产垃圾。旺达不明白波杰克这是在闹哪门子脾气，他现在所获得的一切都是基于网络主管的功劳。波杰克讽刺地说，自己的一切都被像旺达这样的网络主管给毁了。旺达指着波杰克说，我很抱歉你的日子过得这么辛苦，但是很抱歉，我们已经不能再和一个自怨自艾满是负能量的人在一起了。他不明白波杰克怎么会变成这样，波杰克就告诉他，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，你不了解我，却先爱上了我，但现在你已经了解我了。旺达无奈地说，说来有趣，通过玫瑰色眼镜看人时，红旗看上去还是旗。波杰克走到抽烟的戴安身边，告诉他，旺达要搬走了。戴安扔掉烟头，以为是自己破坏了两人的感情。波杰克告诉他，
其实是因为自己。戴安安慰波杰克，要不要再去看一集胡闹的小马？波杰克问戴安为什么不愿意回家，戴安当然也想什么都不解释，直接倒头就睡，但很抱歉自己不能像想象中那样。戴安念叨着，要是自己回家后，花生酱会和自己发生怎样的日常。波杰克告诉戴安，你要知道，撒谎越久就越难圆谎。戴安没有回答波杰克，只是问他，纽约那个戏剧真的会让你开心吗？可能有点吧，波杰克回答道。要是凯尔戏没有被炒，那部电影会拍成你想要的样子，那样你会开心吗？可能有点吧，波杰克再次回答道。那你这又是何必呢？你上次真正开心是什么时候？波杰克陷入了沉思。旺达回到了好姐妹的家，希望外面会响起波杰克的敲门声，但开门一看，只是外卖而已。陶德的毕业表演落幕，特意为波杰克所留的2个座位却都没有他的身影。表演结束后，大家再次聚在一起喝庆功酒。哥白尼招呼陶德过去，戴安告诉花生酱，自己无法再通过电话和花生酱对话了，因为自己太思念他了，所以想暂停一段时间的联系。花生酱犹豫着同意了。剧组的一群人守着空空的布景，没有等到波杰克，而此时的波杰克已经驱车来到了夏洛特的小店，就像一切本就该这样一般。通过玫瑰色眼镜看人时，红旗看上去还是旗。旺达这句话应该是许多恋爱时的人们最该记得的话。波杰克从来都不是什么好人，在认清之前就已经坠入爱河的旺达，只能承受因为过高期待而带来的空虚与无奈。这也是为什么波杰克从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感情。他明白自己是怎样的人，无法给别人带来期待，所以从不许诺，最终只是迎来了感情的破碎。